上海的有钱人已经交不起物业费了，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。近日有新闻爆出，上海约60%的新房小区物业费已经突破了9元每平方米的高价位，让不少购房者大吃一惊。其实仔细回顾近年上海的物业费水平，就会发现这一趋势早已渐露峥嵘。从内环内的高端小区到远郊的普通楼盘，物业费的身价只增不减，简直已经疯涨到了无度的地步。以往老旧小区每月100元出头的物业费，现已成为往事，取而代之的是让人啧舌的天价。最夸张的例子当属外滩的豪宅海泰北外滩，这里最大的1500平方米户型，一年的物业费就高达65万元，哪怕是最小的348平方米户型，一年也要交15万元的物业费。这笔费用可能已经超过了不少人一年的房租支出。不过即便是普通的住宅小区，物业费的水平也是在持续飙升。内环里的楼盘10多元每平方米已是家常便饭。距离市中心越远，价格虽然会适当回落，但郊区项目全面超过4元每平方米，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。为了让大家清晰感受一下物业费的飞涨幅度，不妨回顾一组上海物业协会2018至2019年的数据。那个时候，上海平均物业费水平最高的长宁区商品房，均价也不过3.24元每平方米。如今，这个价格连偏远的郊区小区都看不上了。面对如此被涨的物业费，不少购房者自然是叫苦连天。一套100平方米的普通住房，光是物业费就要每月1000多元，加上其他固定开支，单单住房的刚需支出就已经超过2000元了，对很多家庭而言实在是重担。为何物业费会如此走高？物业公司的解释无非是成本在涨。的确，工人工资、物料价格、维护费用等各方面都在持续上升。如果还按照老旧小区的低价收费，很多物业公司可能真的是干不下去了。另一方面，由于过去长期处于通胀环境下却无法涨价，物业公司自然是吃了大亏。像华润外滩9里这样中高端小区的物业费，10年前才7.7元每平方米，如今临近地段的同级别楼盘已经突破12元大关，而物业公司却无计可施。久攒的涨价压力终于在现在迸发出来。除了成本和补涨压力之外，物业公司还有一个诱因，那就是资本市场的利润追逐。如今住宅物业行业开始呈现上市潮，公司为了追求规模和利润，自然不会节制开支、精心服务，反而会想方设法掐住成本，涨价收费，以获取最大利润。对这种现状，购房者们是忍无可忍了。高昂的物业费固然是沉重负担，但最让人痛苦的恰恰是物业公司糟糕的服务质量。最典型的痛点莫过于开发商在前期摆烂，物业公司却不作为。现在新房质量太差，交房时到处是坑，维修和维权都很困难。可一到节点，开发商就会抽身离场，把锅全都甩给物业公司。眼看着归属同一集团，物业公司却无动于衷，这让业主怎能不怒？更令人头疼的是，物业公司总是把管理业主作为第一目标。他们往往会花大力气强调所谓规范化、正规化，搞一套一套的规章制度，把业主当作下属来约束管理。哪有请人服务反而被服务方管理的道理？除此之外，推诿扯皮、拖延不作为也是物业公司的顽疾。业主反映问题，物业公司处理态度消极，不帮解决，只会说一大堆难听话。直到全体业主联合上诉，事态扩大为群体性事件，物业公司才勉强做些表面文章。不仅如此，一些物业公司还有种特殊的哭穷伎俩，他们会故意让基层服务人员在业主面前卖惨，说什么发不出工资，快撑不下去了，期望博取业主的同情。但细查物业公司的收支结构，
你会发现大部分钱都花在一些冗余和漏洞上，根本没有为业主提供匹配收费的服务。总的来说，随着行业上市步伐加快，资本开始主导运作模式，物业公司不再重视为业主提供高质量服务，反而更关注如何通过各种手段最大化提升自身利润和回报资本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业主们自然是寸步难行。如果物业费已经突破了合理区间，却得不到应有的服务质量，那么反过来冲击物业公司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了。比如去年上海古北上公馆小区就因物业公司服务太差，而将其痛斥为皮包公司，最终将其除名，自己另聘物业公司。而在此之前，上海中原两湾城小区因物业公司收费只有 1.7 元每平方米，却极尽糜烂之能事，更是被当事人扒出20年前违规行为，追缴4000多万违规收费。不过，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物业公司都与业主存在如此剑拔弩张的矛盾。上海许多老旧小区就给出了很好的反例，展示了物业公司能够在收费较低的情况下也提供良好服务。比如绿城小区和仁恒滨江源项目，虽然物业费不高，但物业公司的服务质量却不比新小区差。很显然，良好的服务品质并非建立在天价物业费的基础之上，决定因素恰恰在于物业公司对服务理念的坚持。只要管理用心，决策民主，并将利润合理控制在某个区间内，即使物业费处在较低水平，广大业主也未必会有太大怨言。反之，如果物业公司一味追逐利润最大化，不惜牺牲服务质量，哪怕开价高昂，业主们也难以心服口服。不少业内专家分析，当前上海物业费之所以会一路飙升，服务质量却未必跟进，正是源于行业利润导向的扭曲。然而，除了利润问题外，在中国有些地方，物业公司似乎早已超越了他们的服务职责，将自己视为小区内的准政府，对业主生活干预越拢甚强。他们不仅霸道命令，对业主态度暴力，还与开发商关系紧密，导致换届无门。有时甚至与小区党支部和居委会勾连，借助其权威对业主横行不讲理。更有甚者，一些物业公司还将小区广告位视为自家摇钱树，大肆卖力牟利，却对业主守口如瓶，对收支地何去何从毫不公开透明。在这些小区王国里，业主的权益常常无从谋求，反而沦为物业公司口中的顺民，被剥夺了对自家小区的主人翁地位。可以说，这些物业公司已经开始僭越，试图在基层社区复制中国统治政党的权威模式，成为小区里的小小政府。他们或明或暗地向业主施压，要求后者对其毫无怨言的服从和顺从，丝毫不将业主的利益当回事。这种权力滥用，才是物业让业主叫苦不迭的真正原因。